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？就是生活中跟人聊几句，或者一起待会儿，心里大概就有个谱了，觉得这人挺靠谱的，或者反过来，感觉有点悬，有的有的，这种直觉还挺常见的。对吧？而且往往跟那些外在的标签，什么工作呀、收入啊，关系好像不是最大。没错，更多是看那个人的谈吐、态度，一些小细节。是的，就像，一种无声的信号，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状态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就想跟你一起深入聊聊心理强大这个话题。心理强大，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大。是有点儿，但我们手头有份资料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它不是直接定义强大，而是反过来，他列了15件事儿，说心理足够强大的男性通常会避免去做这些事儿。哦，从不做什么来看，这个角度有意思。对，资料的意思是，真正的内心力量很多时候就体现在这些选择不做上。它不是说要你变得完美，不犯错，没有脆弱点，那不现实。而是强调怎么去面对那些脆弱啊、麻烦啊，怎么在乱七八糟的时候，还能保持清醒。就是说，关键在于不逃避、不抱怨、不跟自己较劲。没错，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呢，就是拆解一下这份资料里几个关键的不做，看看能不能帮大家，也帮我们自己，换个角度理解自己，观察别人。也许还能找到一些让自己内心更稳、处理事情更从容的线索。对，资料里有15条，我们时间关系挑几个感觉特别值得聊的点仔细看看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不做啊，这个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哦，说来听听。一般人可能觉得那种内心强大的男人，大概率不太在乎外表，有点不拘小节，甚至糙汉子那种感觉。好像是有这种印象，觉得他们更关注内在。但是这份资料恰恰相反，他第一个点就说，心理强大的人不会忽视自身形象。不忽视形象，这怎么说？是指要穿得特别好吗？不是那个意思。资料强调的不是要穿名牌、打扮得多精致，而是2个字儿：得体，或者说不敷衍。不敷衍。对，它背后联系的是一种自我尊重，还有对别人的尊重。你想想看，举个例子，重要工作场合开会，如果一个人穿着皱巴巴，甚至有点脏的衣服就来了，这给人的感觉，可能有点不太认真，或者不太尊重这个场合。对，可能他自己觉得我不在乎外表，但别人可能会解读成他对我们不重视，甚至他对自己职业形象也不上心。有道理。反过来看呢，资料的意思是，就算是最简单的衣服，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，头发、指甲这些细节也清爽。这其实就在传递一个信号，我认真对待自己，我也认真对待我们现在做的事儿。这跟有没有钱关系不大，是一种态度问题。没错。而且资料还把这个延伸到了个人环境，对吧？比如住的地方。对，提到了居家环境。你去朋友家，如果一进门，衣服到处堆着，外卖盒子扔得到处都是，地上还有灰，就算他说，哎呀，随便坐，别客气，你心里可能也会感觉，他生活状态是不是有点乱？是的，资料就认为啊，这种外部环境的混乱，往往是他内心状态的一种投射。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。整理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整理内心。对，它不是要求你洁癖，而是说一个人能不能把自己能控制的外部世界打理得比较有序，这本身就反映了他的内在秩序感和自律性。连看得见的动手就能改变的细节都选择敷衍，那他内在的稳定性可能就确实要打个问号了。这算是一种自律的外显。自律的外显这个说法很到位，他把外在和内在连起来了，不是停留在表面。是的。好，那从外在的这个不敷衍，我们再往里走一步，遇到更麻烦的事儿，比如挫折、失败的时候，内在的态度呢？这份资料的第3点，我觉得就特别核心。心理强大的人不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他人。这个太重要了。推卸责任，这几乎是人的本能了，为了自我保护嘛。是啊。
但资料认为内心强大的人会努力去克服这种本能。你觉得这种不归咎他人，在现实里最大的难点在哪儿？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可能是，很多时候问题它确实不完全是自己的错啊，对，总有外部因素或者别人的影响在里面。比如项目没按时完成，可能真是因为同事没配合好，或者客户劳改需求。那这时候完全把责任都自己扛了，会不会有点像个冤大头？问到点子上了。资料的意思不是让你无视事实，去背不该背的锅，关键在于你的那个归因模式，还有你的应对姿态。归因模式、应对姿态。对，心理强大的人，就算有客观原因，他也会先反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本来可以做点什么，我哪个环节能做得更好？比如，就算同事报告晚了，他可能会想，我当时是不是应该设个更早的提醒，或者中间多催一下？就算客户改需求，他可能想，下次我是不是能在签合同前就把这个变更流程说得更清楚，或者把预期管理得更好？我明白了。所以重点不是去判定谁对谁错，而是去想我能掌控什么。没错，是这个意思。资料里那个职场的例子就挺形象的，项目搞砸了，一个人说，都怪小王报告交晚了。另一个人说，这事儿我也有责任，我没提前确认好时间节点，也没把变更的风险沟通到位。对比很明显。是啊，明显感觉后者更靠谱，更能担事儿，而生活中也一样。比如约会迟到了，是说，哎呀，路上堵死了，没办法，还是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出门晚了点，应该早点走的，让你久等了。这差别就很大了。跟朋友吵架了，是光想着他说话太过分了，还是也反思一下，我当时是不是也有点冲动，没好好听人家说？对，这种反思很重要。工作没晋升，是怪领导没眼光，还是想象我是不是能力或者协作上确实还有能提升的地方？你看啊，更深一层想啊，当你总是习惯性的把问题怪到别人或者环境头上时，实际上你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被动的位置，一个受害者的位置。对，好像自己完全无能为力。是的，你放弃了对事情的主动权和掌控感，你的情绪、你的结果好像都捏在别人手里。而承担起自己那部分的责任，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其实你都是在宣告，这事儿跟我有关，我能影响它。这是在拿回掌控权。拿回掌控权，这个说法好。对，资料就点明了，怪别人当然容易，嘴上痛快，心里也舒服点，但问题还在那儿，下次可能还犯。反思自己呢，可能当下不太舒服，有点难受，但能让你学到东西，真正成长。这本质上是一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态度，成熟的表现。没错，是拿回人生掌控权的关键一步。说得真好，拿回人生掌控权，这需要勇气，但光有勇气还不够。真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比如失业了、失恋了、投资亏了，这种时候心态的调整能力也很关键。对，这就说到资料的第5点了，心理强大的人不浪费时间自怨自艾。是的，这个自怨自艾和正常的难过要区分开。怎么区分？资料不是说强大的人就不会难过，遇到挫折谁都会沮丧失落，这太正常了。区别在于，第一，这种负面情绪会持续多久；第二，它会不会让你完全动不了，陷在里面出不来。我明白了，就是允许难过，但不沉溺其中。对，资料里那个例子就很清楚，比如被裁员了，难受几天很正常。但如果1个月过去了，你还在那儿翻来覆去的想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公司太不是东西了，我真是没用，天天躺着唉声叹气，这就是自怨自艾了。没错，心理强大的人他也会难过，但他会给自己设个期限。有个时间限制。对，难过完了，哭也哭了，叹气也叹了，然后就得抬起头想，行，事已此始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是开始改简历找工作，还是联系朋友看看机会，或者去学点新东西？对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我很惨这个状态里。你觉得为什么人那么容易陷进自怨自艾里呢？光是因为痛苦吗？我觉得痛苦是一方面，但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。
自怨自艾有时候像一个临时的避难所。避难所？对，只要我一直扮演那个可怜的受害者，浸浸在我很惨的情绪里，好像就可以暂时不去面对那个更难的问题，我到底该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？啊，有道理，这是一种变相的逃避。是的，比如失恋了，一直痛苦地回忆过去，不停地骂对方，这可能比冷静下来想想自己一个人以后怎么过要容易一些，至少在情绪上是这样。是这样。面对现实需要更大的勇气。所以，自怨自艾它提供的是一种虚假的安慰，代价就是让你停在原地。资料的观点就是，心理强大的人明白一个道理：生活不会因为你可怜就对你手下留情，确实，问题也不会因为你抱怨它就自己消失了。他们允许自己悲伤，但不会让悲伤把自己吞掉。他们知道，最终能改变现实的只有行动，哪怕是很小的一步。比如整理一下桌子，出去跑个步，或者给朋友打个电话聊聊。对，都比陷在原地强。核心就是承认痛苦，但不被它控制，然后把注意力转到我能做什么上。承认痛苦，但不被痛苦吞噬，然后转向行动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需要力量。是的，需要练习。处理好自己的负面情绪是一方面，那怎么看待别人的好事呢？特别是当别人的成功让自己心里有点不舒服的时候。这个也很现实，对吧？这就引出了资料的第10点：心理强大的人不嫉妒他人的成功。嫉妒，这又是一个大家心里都有，但嘴上不太愿意承认的情绪。确实，资料把它拿出来说，认为能正视它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你觉得嫉妒这种情绪，它最大的破坏力在哪儿？我觉得最大的破坏力是，它会让你变得有点扭曲。扭曲？对，它会让你看不见别人的努力和付出，就愿意相信人家是靠运气、靠关系，或者用了什么不光彩的手段。酸葡萄心理。是的，比如看到同学创业成功了，第一反应不是哇他真厉害，肯定很辛苦，而是私下里酸溜溜地说，切，还不是家里有钱，他就是运气好赶上风口了呗。这种心态下，你根本学不到东西。对呀，不仅学不到，还会让自己心里特别不平衡，老觉得世界不公平，充满负能量。完全同意，这种扭曲的认识，最后伤害的其实是自己。资料就说了，心理不够强大的人，会让嫉妒变成怨恨，变成贬低，通过把别人拉下来，获得一点点虚假的心理满足。但心理强大的人呢，他会尝试做一件事儿，把嫉妒转化为动力。转化为动力怎么转？他们也会感到不舒服，这很正常。但他会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不舒服？是不是因为我也渴望像他一样成功？那么他身上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学习的？这个思路就很积极了。对，比如说看到同事升职了，与其在那儿瞎猜人家是不是拍马屁，不如仔细观察一下他在项目管理上是不是确实很厉害，沟通协调能力是不是特别强，解决问题是不是总能找到关键点。去找人家真正的优点。看到朋友理财赚到钱了，与其抱怨自己本金少，不如去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学的，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？对，看到别人身材保持得很好，与其说人家天生基因好，不如去了解下人家是怎么运动的，怎么控制饮食的，然后问自己，我愿意付出类似的努力吗？这其实就触及到一个更深的认识了。什么认识？就是很多人潜意识里觉得成功像个蛋糕，别人多拿一块我就少一块，这是一种零和游戏的心态。好像资源是有限的。对，所以别人的成功会让他感到威胁，但心理强大的人往往认识到，很多时候成功不是零和游戏。别人的成功，特别是身边人的成功，有时候反而能证明某条路是走得通的，甚至能给你提供经验和方向。确实，他们不否认嫉妒，但不被它控制。他们从中提取信息，找到激励自己的点，关注点从他凭什么比我好，转向了我能从中学到什么，怎么提升自己。这个转变从他凭什么到我能学什么，确实是心态成熟的关键啊。是的，谈到学习，就很自然地接到资料里第14点了。这一点我觉得也特别有现实意义。是哪儿点儿？
心理强大的人不害怕承认我不懂。哦，背后是怕什么呢？怕丢人，怕被笑话。对，我觉得主要就是怕暴露自己的无知，怕显得自己不够聪明、不够专业、没见识。特别是在一些需要表现自己的场合，比如开会啊、跟人社交啊，或者在专家面前，好像说一句我不懂，就等于承认自己不行了。面子问题。是的，资料里那个听讲座的例子就很典型。有的人听不懂专业术语，但就暗暗点头，假装懂了。结果呢？结果可能啥也没学到，还错过了向专家请教的好机会。反而那个直接问老师，您刚才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的人，让人觉得更踏实。对，但反过来想想，不懂装懂，那个风险其实更大吧？怎么说？一是万一后面讨论或者做事的时候露馅儿了，不是更尴尬吗？二是你把自己学习和或者帮助的路给堵死了。有道理。那心理强大的人为什么反而不怕承认我不懂呢？资料暗示这恰恰是自信的一种表现。承认不懂是自信，这怎么理解？因为真正的自信，它不是建立在我什么都懂这种虚幻的感觉上的。它是建立在对自我价值的稳定认识和对学习成长的开放态度上。心理强大的人明白，知识是无穷无尽的，每个人都有不知道的东西，太正常了。承认我不懂，不代表我笨或者我没能力，它只代表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，我需要信息，我需要帮助。这份坦诚本身就需要勇气，也说明你对自己有安全感，你的价值不会因为这一点不懂就被否定掉。更重要的是，只有承认不懂，学习才能真正开始啊。说得太对了，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把那个虚的面子看得比实实在在的学习还重要，这可能才是内心不够强大的表现。确实，你想想看，工作中遇到难题，是硬着头皮下稿，还是坦诚地跟同事说这个我不太熟，能请教一下吗？跟朋友聊天，遇到不了解的话题，是啊的附和，还是大方说这个我不了解，你能给我讲讲吗？对，学习新东西卡住了，是跳过去算了，还是非要问明白才行？选择后者，短期看好像是丢了面子，但长期看，你收获的是真正的知识和能力。这才是真正的强大。是的，敢于暴露自己的不足，还把它看作学习的机会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。没错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借着这份资料一起聊了好几个挺有启发的步骤，比如不敷衍外在形象和环境，把它看作是自律和内心秩序的体现。不把问题归咎于人，而是去想自己能控制和改变什么，拿回主动权。对，遇到挫折时，不沉溺自怨自艾，允许难过，但更要转向行动。是的，不嫉妒别人的成功，尝试把那种不舒服转化成学习的动力。还有，不害怕承认我不懂，把坦诚看作是学习的开始和自信的表现。梳理下来，这些不做的背后，其实都指向一种更成熟、更自洽也更负责任的内在状态。是的，而且资料最后也说了，这种心理状态它不是天生的，是可以通过刻意练习去培养的。对，可以练出来。所以听完咱们今天的讨论，如果你觉得你在哪方面还有提升空间，完全不用焦虑，可以试着就从一个小点开始。比如下次遇到不顺心的事儿，你发现自己又开始抱怨了，就停一下，问问自己，好，抱怨完了，然后呢，我能做点什么积极的事儿？这个提醒很好。或者下次对某件事儿没把握，心里有点虚的时候，试着跟自己说，不懂没关系啊，去问问，去学学。是的，就像资料鼓励的那样，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调整和练习，你会慢慢感觉到自己内心好像更踏实了，更能扛事儿了，也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了。最终呢，你会成为自己最可靠的那个后盾，也会成为别人眼里那个靠谱的人。这听起来确实是个挺值得努力的方向，对吗？对。那么在我们今天主要聊了不做什么之后，留给你思考的一个问题，或许是在这些不做的智慧之外，有没有一件具体的积极的小事，无论多小，是你今天或者明天就可以开始去做的，用它来主动地、有意识地去滋养和构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种内在的力量呢？这个问题很好，期待你的答案。